卡达国防部已经告诉了半岛电视台，伊朗的飞弹袭击了卡达北部的远程预警基地。其实它不是无差别攻击，它是攻击这些周边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那会不会登陆作战呢？现在美国的想法就是要让伊朗爬不起来，伊朗就是想要把美国的势力从中东赶出去。那另外，它有没有高超音速飞弹？那它有没有打过？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按照最近伊朗的世界的照片的话，它好像发射了。我们持续讨论美以现在突袭轰炸伊朗的原因为何？是否也在要颠覆政权，对中俄来做施压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接连的动作，打了美国之后又打伊朗，是不是也在为接下来的川习会铺路呢？川习会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今天这一集我们会持续的一起来关心。好，再看到的是美以联手打了伊朗之后，引爆全球动荡。现在包括中俄也已经出面来表态喊话了。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怎么说。他说呢，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伊美的谈判进程当中，那么对于伊朗发动袭击不可以接受。那么公然的击杀了主权国家领导人，是鼓动政权更迭，更不可以接受。中方反对并且予以谴责。俄罗斯的外长也出面喊话，他说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的打击，已经严重破坏整体中东局势稳定了。俄罗斯跟中国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俄罗斯希望跟中国一起加强协调与沟通，呼吁立即停止战事，回归外交谈判的进度当中。中俄现在等于说直接两方都已经站出来力挺伊朗到底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跟伊朗都有长期的合作，也被视为是重要的盟友。这一次伊朗遭到攻击，同时也当然会打乱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中东原本的布局。但是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川普在今年他的动作非常的多，打击的对象从先前的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怎么都跟中俄有关系？会不会他剑指的就是中俄，而特别是不是剑指中国大陆？杨老师又怎么解读？我就引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学者葛兰仪，他在 X 上面发表一篇，他说北京对台自有其自身的时间表跟战略，不会受到伊朗、委内瑞拉或乌克兰的强烈影响。那些纸上谈兵的中台关系专家括号应该停止预测习近平会利用每一次全球危机来夺取台湾。其实从昨天到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好，不管在美国也好，好多人在说美国攻打伊朗会造成这个两岸之间的稳定啊，还是什么的，一大堆预测都出来。我说这些人真厉害，葛莱伊一下打脸这些人。讲句实在话，王毅跟拉夫罗夫所讲的话对不对？对啊。川普去打一个国家，这是合法的吗？当然是非法的。你有没有找到他核武的证据？没有啊，连那个洗衣粉都没有啊！你不是在谈，人家都愿意去跟你谈。你要打，其实我们刚刚讲了，我觉得他就是为他的这个需要，以及为他的胜利上，以他看到哈梅尼可以大概一次把他给斩首干掉。那可是这种东西，就基本上像是一种已经没有任何秩序标准的新君主这种霸权作为。那到了21世纪，你看到川普他的一切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加上新君主主义，就随他的喜欢。那一定有大国要出来讲话，连英国这次都只是同意美国用他的基地，但是英国都没有说我支持这个作为，但是他强调他不参与。欧洲国家都说这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只有一个国家第一时间跳出来支持川普，高市早苗。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川普这个支持来对抗中国。可是，在今天的国际秩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强国的随意的作为真的是随他喜欢。那但是这个时候有大国出来讲话，我们就把它去做等号，说你看这个都是跟中国、俄国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也许是。那伊朗2015年跟中国大陆谈成了一个几十亿美元的石油方案。但是这一次，举例而言，伊朗每天出口300万桶的石油，大概有84%往中国大陆。对，就算300万桶都没有，其实对中国影响也不大，因为那个比例很小。
那他也可以立即的从俄罗斯跟别的地方取得这个替换，而不像是我们台湾其实从尼米兹从中东来的占我们的原油进口大概是60%，占天然气大概是2%，所以对日本、韩国、台湾影响比较大。因此这个时候你来说，这到底跟谁关系密切，可能都忘记跟我们台湾关系最密切。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这种所谓纸上谈兵的一些战略专家会告诉你，从他的政治的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那美国也是一样，同样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可是我们已经回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了。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从所谓的过去的那种思维、意识形态来去看待。我觉得中俄在这一次的立场上，当然是觉得美国是跨越界限，可是呢，他也知道。这个是现在新的国际丛林法则。那他所说的，也许我们认为是没错，但是又能够影响现实如何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攻击之后，中俄就立刻发出了声明来做谴责。但是我们也要关心说，这个时间点因为比较敏感，因为紧接着3月份就是川习会，3月份的时候，川普就会去访问中国大陆，到时候会讨论中美的贸易关系，还有关税跟台湾议题。那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先去抓了美国的马杜洛总统，然后又斩首哈米尼，是不是要跟这个川习会里面为自己增加筹码，又或是要埋下更多的变数？那委员又怎么解读川普的动作？我倒是不认为川普因为打了伊朗以后，他到中国大陆就比较有本钱对习近平讲话。我不认为这样讲。是为什么？因为虽然王毅讲说应该以谴责，然后这个拉夫罗夫说：“哎呀，你应该谈判。”这是外交官讲的话。哎，你只能什么？你只能谴责。哎，你只能谈判。刚才有文兄讲对了哈，从 O to B， 对与不对是绝对是美国不对，以色列不对，但是只要战争一发动，就没有对错是非，只有输跟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历史上就是这样子啊，很多讲了一大堆道理，都开战以后，最后赢的人解释。这个好意外吗？没有好意外的哈。所以对于川普，他当然有他内政上的需要、个人的一些想法，但是他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他举出来的牌面上说，要你废核，要你废导弹啊，要你废弃代理人，然后更重要，要你废弃教师政权。他4个目标啊，很清楚啊。而这个4个目标也是他打这一次真正的战略上的需求。那所以他抓马杜罗就是在他公布说，大西洋就是整个中南美洲就是我的势力范围，你谁都不敢跟我这样。就马杜罗抓了以后有没有效果？立竿见影，有，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巴西总统卢拉还敢讲什么吗？没有。哥伦比亚总统还敢讲什么吗？没有。连那个尼加拉瓜的总统阿特加，川普下令叫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他乖乖释放啊，连话都不敢吭一声。然后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选举，说你如果给我选出一个反美，我就揍你一顿。那些选民乖乖投一个中间偏右的选民出来，这个就是立竿见影，你不能当作没看到它的效果。在国际政治上，武力还是很有用的。那你今天打了伊朗了以后，以色列在那边就当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啦，它可以牵制中东所有的国家。很多人讲以色列说啊，以色列把美国牵着走，错的。跟美国利用以色列作为它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其实以色列整个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在战略上来讲，牵制附近所有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因为打了伊朗以后，就强化了它作为以色列作为军事基地在中东的影响力，它等于就可以对所有的石油输出国家，这个说一不二啦。因为你想想看哈，中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多少？50%。然后伊朗的占多少？伊朗占中国进口石油的13%。你才记住这2个数字是代表什么含义？代表说我跟中国谈的时候，我多了一项筹码，就是石油。对。那中国这个50%来自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容不容易被取代？应该很容易被取代。因为它有个俄罗斯，所以中俄两国如果绑得更紧密，
那对中国来讲，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够中国相当大概70%以上可以补足，没有问题。只是现在运输的路线上因为没有做好，只有天然气管线做好，石油管线还没有做好，或石油运输系统还没做好。那所以你说要威胁中国，这个也谈不上，这不是中国不能解决的问题啊。那你有人讲说，哎呀，中国就不会让他去北京访问，不会，为什么？因为北京也有很多要从华盛顿要到的东西，所以互有需求。那你说伊朗对中国，中国只是因为面子上比较少啦，伊朗也谈不上中国的盟友啦。那你这个一个朋友被打，你帮他讲2句话也 OK 啦。你说真的为他卖命，那不可能的事情啦。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啦。好，那我们也看到，那这一场战争在爆发之后，我们也看到现在中东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但是伊朗呢，它持续的加强打击。刚刚我们提到了嘛，伊朗除了打击美军的基地之外，还有以色列之外，它现在也在扩散，是无差别的做攻击。我们要统整到了几个大家比较惊讶的地区，包括现在是连杜拜都不安全了，非常多的航班也受到影响。还有呢，卡达的首都杜哈、阿曼的香港、杜洛姆都遭到伊朗的攻击。其他像是呢，在杜拜的国际机场、帆船饭店都传出有爆炸跟火光那民众受伤，中东一夜之间都变成战场。在这个时候，包括了英法德3国都联合谴责伊朗，说必要时候会采取防御的行动。怎么看这种无差别攻击到周围的国家，吕舰长？其实它不是无差别攻击，它是攻击这些周边国家的军事基地。那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每一个点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伊朗就是这样不断的攻击，因为它现在美国的想法就是要让伊朗未来爬不起来。伊朗就是想要把美国的势力从中东赶出去，不过这2个愿望是不是能达成，我们就看着那个现在，川普他说他要打四个礼拜，那4个礼拜他的弹药够不够？然后另外4个礼拜那就已经到了他要去出访中国大陆的时候了。那这个也就是他的轻与重，那以及伊朗对于这个现势的判断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卡达国防部他现在已经告诉了半岛电视台，这是半岛电视台的一个那个新闻画面，然后这一个翻译是 Google 直接把阿拉伯文翻过来的，也就是伊朗的飞弹袭击了卡达北部的一个远程预警基地，也就是这一个那我们称之为普鲁爪的这一个长程预警雷达。所以如果是伊朗第一时间选择攻击，而且看来也攻击成功了的话，我们台湾就要想一想我们的乐山雷达到时候如果遇到这一个台海冲突的时候，也是第一波被攻击的一个对象。那其实现在的这么多的问题也就是伊朗它本身进行这一个威慑失败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美国除了有关于浓缩铀要伊朗交出来，而且要停止研发，而且连飞弹都一起合并在内，因为它不断的透过这飞弹去威胁这个以色列。那我们看到之前他公布了，这个是2023年的时候，他公布了霍拉姆沙赫尔这个飞弹可以打2000公里。这个为什么2000公里？因为就是对准了以色列而来。那另外它有没有高超音速飞弹？那它有没有打过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按照最近出现在这一个伊朗的世界的一个照片的话，它好像发射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但是它之前实际上公布了这个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些模型。那这也就是我们讲说它进行这样的威慑那实际上反而引来了反效果。那会不会登陆？有关于登陆的作战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有关于各种舰艇的派遣，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次的状况并没有派遣任何的2栖舰艇前往。那这个也就是指明了，川普其实他只想透过这个空中的一个攻击，然后逼着伊朗投降。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都没有发现伊朗在攻击这个或者是拦截这个对他攻击的各种飞弹啊，或者是各种的这个战机，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伊朗在拦截这一些无人机的部分。它为什么拦截这些无人机呢？这个其实是我们所看到的 MQ9 的无人机啊。那这是美国的无人机，那它这是一个连续画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又被击毁了。那如果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这里下面有带一个夹舱啊。那这个夹舱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也就是其实美国这一次，它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军力之外，那它其实还做了那个有关于我们讲到 sensor to shooter， 也就是他在做这个有关于数据链的干扰，也就是他带的是这一种夹舱。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啊，这每一次的作战其实也是美国对他国的他的武器的一个测试。这一次他已经将这一个对于数据链的干扰已经进行了测试。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看到的是鹰击12，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鹰击12会不会驰援伊朗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包括它的北斗跟它的反隐形雷达，如果再加上超音速一起锁定。美国的航母的话，美国有办法抵抗得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如果现在做一个假设，伊朗真的部署了中国大陆的 CN-302的反舰飞弹，也就是它的鹰击12的话，美军的航母还敢开进波斯湾吗？这是航母时代第一次被区域国家拒止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确实现在美国已经出动它的双航母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弱点。我们来看到它的弱点，包括了它的拦截飞弹，现在根据统计已经是库存告急了，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中东的盟友也不愿意借基地给美国，那么它接下来还敢开战吗？中美的武器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美国能够毫发无伤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两手策略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一边现在谈这个重建他的飞弹基地，那一边又说他要和谈，这是求和平还是在拖时间呢？其实伊朗是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到位吗？包括它的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反舰体系到位，再来针对美国展开攻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确实，现在看到在美伊的一个对峙上面，美国它的军事武器已经部署到位了，16个军舰、2个航母战斗群跟7个战机联队，大约是4万名的兵力集结，全面压境在中东，而伊朗也是蓄势待发的。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披露，有来自于中国的帮忙吗？伊朗即将跟中国大陆敲定采购 CN-302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个外贸版本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鹰击12了，号称能够制得了就是航母，能够集成航母哦。那么来看到它的特性，包括采的是低空高速的图防，终端还具有超高音速的一个冲刺能力，能够专门针对这些大型水面舰艇，并且具备集成航母跟驱逐舰的能力。现在是连以色列的前情报官员也都开始示警了中国大陆这款武器的威力。他这样说，他说这将会完全改变局面，而且是极难被拦截下来的。伊朗如果真的使用了来自于大陆的鹰击12，那么整个荷姆兹海峡都会在射程的范围之内。中国大陆除了可能提供鹰击12之外，同步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根据媒体的报道，也会提供其他的武器，像是它的隐形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卫星的导航数据跟即时的卫星影像一起来做支援。换句话说，伊朗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反航母的一个体系。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有关于鹰击12它的战力了。如果伊朗真的部署的话，接下来对于美军的航母有多大的威胁性？再加上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几样武器，不管是雷达，或者是反隐形的雷达，或者是北斗，成为一个体系化作战，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冲击又有多大？汉庭怎么看？
我们要先了解到，伊朗它目前陷入了生存的焦虑跟非对称的制衡哦。面对美军16艘的军舰跟双航母的打击群的极端威胁，所以伊朗知道，目前自己拥有的传统快艇群这种狼群战术呢，已经很难突破在现代化的这种宙斯盾防御网，所以他们急需要一种一击必杀的杀手锏。能够让强敌呢在发动攻击之前，先计算一下自己能否承担失去一艘航母的代价。那再加上中国大陆跟伊朗本来就已经有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的这个状态，所以不仅是单纯的能源的贸易，在西方这种极限施压的背景之下，大陆不仅提供的是建设物资，更是安全方案。所以伊朗呢采购了 CN-302，本质上是把自己的国防嵌入到了更成熟的中国体系之中。不过呢，也要看，如果只是单纯购买这样的一个 CN-302，其实也没啥用，因为也要看你具体的跟其他整合性的部署，以及你操作得当与否。否则，如果我们看到像委内瑞拉的状态，你虽然你的手脚的武器是大陆制，可是你的脑不见得是大陆制啊，那可能也不见得有用。不过我们细部来看如果真的一切配合妥当 ，CN-302配合北斗跟反隐形雷达，就很可能会让美军面临了高风险的作战环境。第一个 YLC-8B 的反隐形雷达呢，它可以刺破幽灵的伪装什么意思呢？它在物理上是一种隐形克星，能够在数百公里外精准捕捉到隐形目标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所以呢，这个美军引以为傲的所谓幽灵，但是在屏幕上它可以变成清晰的红点，所以航空母舰的先发优势就荡然无存。而第二呢，就是北斗卫星的导航了。过去伊朗的导弹受限于 GPS 的民用精准度，或者是俄罗斯系统不稳定嘛。现在如果接入了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伊朗就获得了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跟抗干扰的军用链路，让后面的 CN-302不再是盲目投射，而能够有一个可以实时修正的大脑，配合卫星的影像来支援。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CN-302的超音速突袭了。那它能够以低于20米的高度贴海飞行。对于宙斯盾的系统来说呢，反正因为种种的限制，当雷达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距离舰艇只剩下30公里。所以以3倍的音速来撞击250公斤的战斗部，它的动能就相当于直接释放数吨的高能炸药，可以呢废掉一艘伯克级的驱逐舰。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如果真的能够3位一体，那么美军面临的就不再只是零散的骚扰，而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几乎不可拦截的死亡网络。好，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伊朗获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而且必须要是体系化作战的，不可以是单一的武器，才能展现它整体的作战的这个魄力、威力。那美国呢？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又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表面上它的声势非常的浩大，不过它也有一些弱点。我们先讲它的优缺点。首先，它现在寄出来的各种武器，包括了16艘的军舰、2艘航母，总兵力4万，然后还部署了18架 F-35、17架 F-15。跟它的 A10攻击机。好，现在来看到它的弱点，一共是2项，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揭露。他说是美军高层私下跟白宫说的这2个致命伤。第一个就是它的防空拦截的弹药，现在库存看起来是非常的吃紧的，这当中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等等。再来就是盟友，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参战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不许用境内的基地来帮助攻击伊朗。反观伊朗现在不断的强化它的武装我们来看到它正在修建的各项的武装，包括它的飞弹基地、它的空军跑道都已经恢复好了，还有它的这个固体燃料飞弹设施也全部都完成重建了。现在看起来，伊朗正在重建当中，又有了中国大陆的帮忙，有没有可能美中接下来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那美军还能毫发无伤吗？那干哥又怎么看？刚刚汉庭把那个鹰击12讲得非常的清楚大家要晓得鹰击12是现在可以号称为全世界最好的反舰飞弹，要得到这样的美名并不容易你要知道，因为像美国俄罗斯他们多的是这种超音速的反舰飞弹，可是那这个飞弹呢，它优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贴海20到50公尺飞行，当时它是以2倍音速飞，它等到距离目标30到50公里的时候，
它突然升起，然后直攻，在这个天海的阶段，很多神盾也就是宙斯盾的雷达可能会抓不到，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在你面前了。它在你面前，那宙斯盾指挥标准飞弹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可能到最后就是进破武器系统要去拦它了。如果拦不到的话，航空母舰就会中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回溯一下，2年前常常会说，哎呀，这个华盛顿号在那个荷姆兹海峡被打残了，被那个胡塞组织青年运动他们给打残了。我那时候在看就说，没有一家国际通讯社有这样子讲，所以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为什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如果一旦中弹，那就等于是偷袭珍珠港一样严重的事情。对，为什么？那代表美国的国力。那你现在所看到的说，这个他们采购 CM302，也就是鹰击12飞弹伊朗有个很大的伤，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你要用什么载具来投射？它可以用飞机载，它也可以用船来打，但是伊朗没有这么大的船，也更没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所以我提供了 CM302。大家要知道，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非常大一枚，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载具，你是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伊朗如果敲定跟中国买 CM302，也就是鹰击12的话，它一定有附加它的载具在里面，不然的话，它的用处恐怕就不大。可是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美国啊，美国已经16艘军舰在红海了，对，再来就去荷姆兹海峡了，就已经到德黑兰门口了。那你说这么多军舰都过来了，那你伊朗不怕死吗？我告诉各位，到目前为止舰上的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是不够的。什么叫不够？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个就是水面上的舰队，他们都携带了标准3型或是标准6型的防空飞弹。这种防空飞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海面的目标，也就是既可对空也可以对海。可是现在的数量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去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他对着那个美国的军工业，他开会的时候，他直接讲一句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他讲的话非常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舰队没有足够的标准飞弹。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就验证了1年以前舰队司令部的司令他所讲的话，到现在没有改善。你知道吗？缺乏这么多飞弹，库存告急。为什么会告急？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最近支援了以色列去防什么？防伊朗打过来，就去年嘛，防伊朗打过来的那个飞弹，所以花了很多。因为美国是无条件提供给以色列的，所以耗费很多。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在这个海峡上面要预防青年组织他们打飞弹过来，所以像这样的飞弹，还有另外一种叫爱国者，爱国者耗损最大。那你知道五角大厦也评估了，要恢复库存要5年，要5年。他们还讲了另外一个数据，他们说要恢复送给乌克兰的标枪飞弹，比较小的那种反坦克飞弹，要13年。大家知道吗？所以4万大军，美国大兵集結在那个荷姆兹海峡外面，你等上了岸以后，你恐怕发现你反坦克飞弹你都不够，更不要讲说我刚才讲的那种对空拦截的那种巨大的飞弹都不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讲一句实话，就是说你粮草先行啊，结果你发现粮草也没来，然后你川普你现在要大开杀戒吗？你要先想想看，这一次的作战很恐怕只是一个有限战争，你要快速取胜，快速在谈判桌上面取得进展，不然的话，你真要打他的话，你恐怕48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撤退了。好，所以现在面临在军事上面的不足，不管是在这个拦截弹药的不足，川普敢不敢先开第一枪，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观察。倒是伊朗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又慢慢的好像展开示好？他现在说了呢，他愿意来展开核谈判，在日内瓦这边他想要谈，这是来自于伊朗外长的最新说法，而且他也特别强调了。他说：“伊朗，我们接下来不会发展核武，但是还是绝对不会放弃和平的技术性的一个权利。”那么时间点也非常微妙，因为
现在看到伊朗好像在实施的是两手策略，一边它还是持续发展它的飞弹系统，还有它的防御系统，但是另外一边又好像示好说想要跟美国来好好做谈判。大家也在解读说，川普这个伊朗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现在呢正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完全的到位，才会对美国展开攻击？那大使又怎么解读？其实伊朗我们今天观察，从很持平的观点看，伊朗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了。那就不晓得美国到底要求伊朗是什么。因为伊朗的外交部外长已经多次声明，他说我们已经草拟好一个有关发展核武协议跟美方要签核武协议的一个草案，准备26号带到日内瓦去谈。那这一次在谈判的时候，美国只提出2点要求第一个就是废导是什么？导弹，他要伊朗把他的导弹系统把它废除，自废武功。第二个就是废核。那废导的部分，伊朗说绝对不可能，美国也没有继续再谈那废核的部分，伊朗说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我也不会发展核武。那可是呢，我发展核子和平用途的能力这一点我不能放弃。所以就是大概这个立场。然后现在已经传出来，就是说我可以把我已经提升到60%的这个浓缩铀我可以送到国外，大概就是送到俄罗斯，去把这个浓缩铀的风度把它降低。对，我手上不拿了，我就交出去了嘛。那这一点事实上的话，伊朗部分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可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施压，从来没有针对伊朗这一些提出来的具体方案做任何回应，只是说伊朗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威胁很大，而且最近说这个伊朗已经在研发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了如何，然后说伊朗若拥有核武的话，那这个对整个区域来讲，对世界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中东将永无宁日，陷入无止境的这种战争，所有的这个中东国家都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说呢，我们现在对伊朗这个采取这种军事威胁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将获益，而且大部分都支持我们。那这个对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的讯息又不太一样。对，因为伊朗已经说我没有发展核武，我要放弃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拟了这个核武协议。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间，伊朗的立场跟美国现在持的立场有一点落差，而且昨天还有这个相关的美方人士传出来说已经准备打了，而且就在26号谈判之前是小打还是中打，就不断的传出就是打的这个风声。那川普今天在这个国情咨文对伊朗也毫不放松也就是说，伊朗你不放弃核武的话，这个对我们威胁太大，你会产生你会有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那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点感觉上美国跟伊朗好像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在沟通。那美国硬是说伊朗不放弃核武，伊朗是说我已经放弃了。所以呢，到底是有意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呢，还是真正没听到？我觉得有意故意不听到对方声音的可能性比较大。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在军事上面消息，在中国大陆，我们来特别看到它的这款军事武器翼龙10B 震撼的出口，而且这一次买的是谁呢？是中东国家的土豪国家沙烏地阿拉伯，这一次一口气购买了300架的翼龙，改写了中东的空权版图。今天我们会来关心中国的军武是正式敲开了在中东的市场吗？好，先来看到是来自于央视最新的证实，现在呢，中国大陆的隐身无人机翼龙10B 首度的出口买主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它具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能呢？包括有隐身的设计，还有隐身的设计，还有远程的渗透能力，创下的2个第一。我们来看到这2个，第一个，中国首款出口的隐身无人机；第二件事情，它是沙烏地阿拉伯在空军列装的首款隐身的作战平台。那这一笔交易其实呢，在前年2024年就已经定好了，是300架的订单。当时推估，价格其实是蛮高的，一架1000万美元，还会再加上其他的服务，包括配套的这个
弹药啊、培训跟维护服务，总价值大约是落在30亿美元的价格。这一次首次出口到沙烏地阿拉伯，我们可以说它正是中国大陆的军武打入了中东的高端空战市场吗？对于美国的目前在当地的垄断地位，是否已经造成了破口？干哥怎么看？好，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下这个重本来买吗？一架1000万美金，它不便宜耶。它是一架无人机。我们要有一个基础概念，就是说，10年前我们买F-16的时候，那时候F-16一架才3000万美金。那你如果说现在，当然现在不止了啦，可能1倍了。可是你也会记得说，我们买凤凰专案的时候，一架F-16是3000万美金而已。现在这个翼龙10一架就要1000万美金，很贵了。为什么它很贵？那就是汲取了去年以色列跟美国在空袭伊朗的时候，那个时候所造成的结果。沙烏地阿拉伯真正觉得他们需要有一队无人机来帮他们挡住入侵，挡住谁的入侵？最有可能就是从伊朗来的入侵。所以说沙烏地阿拉伯它本来就已经有翼龙1跟翼龙2机队了，大家可能也许不知道，因为是秘密交易。沙烏地阿拉伯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跟中国买了翼龙1跟翼龙2。那翼龙的前行的这种无人机，坦白讲一句，它只是一种侦察机。可是现在你看得到那个翼龙10B， 它已经是重型无人机，它是非常大一架，它的翼展它几乎它就是等于美国版的 MQ9海上卫士式，我们即将要买，非常大一架。可是它在那个雷达的这个光谱上面，你只看到它只有多大？它只有1平方公尺的大小，相当于一只大鸟。当然你不能跟 F-35或歼35比啊，它们只像一只瓢虫那么大。对。但是它已经像一只大鸟，已经非常小了，会被误判为是鸟而不是飞机。所以翼龙10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叫做隐形无人机啊。我们对岸讲说叫隐身无人机，它是隐形无人机。它的制空范围有多高，你很难想象。我常常有讲，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看那个无人机《Eye in the Sky》，它怎么样用地狱火飞弹去找到目标，然后直接攻击。我们只是没有，就是我们大陆只是没有把它拍成电影给你看而已。它其实翼龙的能力绝对不会输给 MQ9，因为它的制空是多少？13500公尺，13公里的高空然后它用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直接寻找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待在13公里的高空多久？20个小时，待一整天。那你不管什么地面上的贩夫走卒，都被它拍得一清二楚。它可以制空那么久，然后再加上翼龙10，它可以带武器。这一款翼龙10无人机可以带到400公斤的炸弹。其实这对于无人机来讲，已经是那种炸弹的上限了。为什么？因为像 MQ9 顶多只能够带4枚地狱火飞弹，那个重量远不及这400公斤。所以说，我认为沙烏地阿拉伯这次建制了这样的系统，坦白讲，野心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用隐形无人机的体系来去对抗他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威胁，就代表说什么？他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就是应该要发布一些官方的影片，让我们看看说，翼龙在进行地面不管是主动的攻击或是被动攻击的目标移动的时候，它的那些真实的打击画面。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确实这次一口气买了300架，被视为是一个体系化的建军。接下来对中东市场的影响，等一下请纪文总编带我们看。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些比较细节的性能部分。就是呢，我们来看到 CG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低到只有0.1平方米。传统雷达如果锁定也很难被捕捉。那它的最大的载弹量400公斤，可以挂7种导弹炸弹。它可以续航力20小时，最大航程达到4000公里，而且可以做电子侦察、精准打击的能力。300架都买下来的话，形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监控跟战场的压制系统。到底有多强？还有接下来如何改变中东的空战？纪文总编怎么看？这翼龙10B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来说，等于说它之前使用翼龙1、翼龙2为基础，那进化它的整个无人机机队。刚才这个干哥已经讲了很多翼龙这个10相关的性能。
那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和翼龙1、翼龙2不一样，就是这一型这个无人机飞得更快，而且飞得更高，因此对于它的对手来讲，那不管是侦察或察打一体或执行这攻击任务，在防御手段来讲，那可能这个挑战更高。而且大家注意到，其实沙烏地阿拉伯空军是在中东地区空军实力里面，应该说仅次于这个以色列。它拥有像欧洲的像台风战机，龙卷风战机，那也有美国提供的 F-15SA，那都算世界比较顶尖的战斗机或战轰机。大家就是想，为什么还要翼龙10B？这是因为它本身具备无人操作，还有整个运作的成本，其实比有人飞机要低很多。而且从之前沙烏地阿拉伯和胡塞武装的冲突里面，大家就知道，它损失了好几架翼龙1、翼龙2，也损失了 F-15SA。只是这种有人飞机被击落以后，飞行员被俘，对沙国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损失。而无人机执行这种苦活或者危险性高，即使被击落，对他来讲，他的整个损失来讲，他认为综合成本要划算许多，特别是不需要考虑昂贵珍贵的飞行员的折损。因此这样的飞机服役对于沙烏地阿拉伯，它未来运用针对周边的空中态势，它的整个工具更多，而且更为有效，可以大幅降低它的这个整个成本。无意中对于沙国来讲，虽然可能还是无法跟以色列叫板或者对抗，但对付像恐怖组织或者这种像伊朗、胡塞武装或周边有矛盾的国家，它无疑让它的整个空中力量更有弹性，效率更好。大使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用非美式的这个武器系统有它的考量。因为事实上的话，我前一阵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电子业的他告诉我确认一件事，美国卖给你的设备美国的总部都可以让你停机，让你宕机，各种机械，包括我们这个晶圆的制造的这种重要的机械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美国卖出来武器事实上美国就是说这个拥有它终端操控你这个武器，这个在它发挥的功能上美国是有最后的控制力。对，不管你信与不信起码在这个我刚刚讲的这种设备上，美国确实有的。因为就商业考量的话，如果说你买了我的设备结果你说挑三拣四，然后呢你在付款上不负责，你在付款上你出现迟疑的话，美国的总公司原厂他告诉你说，那我就让我让这个机械就停工了，停摆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任何使用美式武器的人，大家都心里面有一个疑点。虽然沙烏地阿拉伯目前最大的加强敌不是以色列，所以有些如果美国沙烏地跟以色列冲突的话，它那个大批的美式武器是不是能够还是可以顺利发生功能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所以任何国家，你在美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情况下，你使用另外一个国家的武器系统，对你来讲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所以我觉得他使用中国式武器系统那么改换武器系统我觉得对沙烏地来讲的话是更有把握自己的武器在关键的时刻不会突然失灵。对，好，我们现在看到，所以中东国家表达了对不管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一些不信任，所以选择了中国大陆的武器来分散风险。那确实，现在中国武器打进中东之后，以色列方面也有最新的动作。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现在正在加速的是扩大它的这个西岸的屯垦，那引发了欧洲跟中东在内18个国家强烈的不满。更敏感的事情是，美国驻以大使发表了支持大以色列的相关言论，那现在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国家14国同声做谴责。上次哥怎么看？我想，其实这个穆斯林国家，我们讲，其实跟美国之间虽然看起来关系好，也采购他很多的武器，但必须得说，他们这不是一个信任。首先，这个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个部分的冲突，这个是几百年累积的部分的宗教冲突，不是一个美国的强大就能够说服的。而且国与国之间，与其说是信任，除非领导人有交情。他最多，其实他那东西不是信任，他是符合预期。
比如符合战略的预期，符合一个整个情报的预期，这看起来像是信任，可是其实不尽然。我觉得沙特跟其他穆斯林国家也不太一样。首先，他可能跟全世界不因为有钱嘛，他买武器可不是像我们都在斤斤计较，人家看爽了就可以买，而且都知道现在在沙特本身的以空军来说，可不是见的都是他们自己沙特人，他们请很多佣兵来操作这些事情。比如同样胡塞组织来说，他买都是攻击性的，你沙特看他买的绝大部分采购都是以防御性。还是为它本体的核心，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看到说，现在在沙特的状况以及在中东的情势，确实要考虑现在中国的因素蛮特别，主要现在还不是军事，主要是现在在中国大陆最新统计，2025年已经有35万人就住在杜拜跟沙特这一带。然后呢，原先在整个新加坡当中，中国大陆最有钱人以前待在新加坡，从香港跑出来，这1年多来，就2025年全部都跑去杜拜。在那个地方购买房子等等，而且因为那边的税也低，而且连开什么法拉利什么的，新加坡那边都说有钱人中国你不要开法拉利，这边嚣张。可是，在沙特都可以，所以跟中国的关系的紧密其实是很神奇，不只是军事，包括现在因为中国大陆新疆治沙很好，我们知道沙特已经派出 N 组的人去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治沙可不可以移过来，而且现在已经有专门的团队就在沙特做这件事情。好，金融我刚刚描述的部分有很大从新加坡迁移到沙特，包括治沙，所以还有军事这个东西，因为体系化作战，印巴战争之后都觉得中国这个体系化作战蛮有意思的。你觉得有钱的沙特不想买来用一用吗？对。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个心态，它可不是一般国家在规划思考买武器，沙特买的不只是豪气而已，他什么都想试。